23岁，来自西安，篮球教练。女嘉宾小罗，21岁，来自西安，学生。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前面听到了男生说这个女嘉宾什么花钱大手大脚，诸如此类的，对吧？对。后面我听到一个信息挺让我引起我注意的，女嘉宾说什么异地了，是吧？可是资料上面都说是西安，你们能不能先把这个异地这个问题先说清楚？怎么就异地了？现在就是因为他已经毕业1年了，然后我今年马上也要就毕业了，2个人因为之后工作的问题，就是必须要面临异地的这个。那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啊？我现在在西安陪他读了1年了然后是打算去天津的。就打算来我们天津了哎，对。你呢？我是就是之前一直在外地上学，想回成都老家。行吧，那就从男生的烦恼开始说起吧。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俩就像正常小情侣一样，吃饭、看看电影、逛逛街，很幸福。但是后来我发现他特别冲动，对于花钱那方面就比如说买衣服，他看上好看的就要买，一次买个5、6件，他买了不穿就放在柜子里等新衣服上了以后再买新的，把原来买过的就收起来，但一次都不穿过，挺浪费的哈。就所有女生不都这样吗？而且我就一次买的那种，价格也不贵。我也不是说买了就不穿嘛，那女孩子买衣服肯定要讲究搭配一下。这次买了，你肯定下次要买另一条裤子啥的去配上一件衣服，就总不能穿的乱七八糟就出去，那也挺不好看的。行。他说乱七八糟，那你说买衣服，他买一堆打底裤，你看打底裤黑的、灰的那都有。他买的其他5颜6色的又不好看，结果他也不穿。我也就不是说不穿嘛，你都说的是打底裤，那都穿在里边的，你也未必看得见呀。而且有时候我跟朋友出去玩啥的，我也就穿，又不是说非得穿给你看才叫穿。是，我问个最核心的问题啊，他花的是谁的钱？花你钱了吗？没有，但是他花钱简直就是没有一个度。像有一次我们俩已经都快月底了，当时学生时期，那生活费也已经快没有了。他看上一个墨镜就非要买，觉得好看。我就觉得他像买衣服一样，买了以后放在那儿，戴上一次就不戴了。但怎么劝也不听，最后买下来了就放在那儿落灰也不戴。是自己挣的还是花父母的呀？钱就是有一部分是父母给的，还有一部分就是自己出去兼职挣一些。反正就是提醒一句虽然是自己挣的钱，说我自己挣钱自己花，但是希望有个良好的消费习惯。我觉得确实我们俩之间怎么消费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但是有一次我朋友请客吃饭，我和他一块儿去的，别人都不点，他非要点上一桌子，自己就吃上一口，我觉得这不是很合适。这是为什么？就我看那次大家吃饭都没点喝的，我就想点上一扎橙汁，大家都能喝。就还有那个蛋糕，觉得那个蛋糕特别好吃，我就想点上。结果后面吃饭啥吃太饱，我就觉得就不能一口都不动，我就吃上了1、2口。如果人饭店肯卖1、2口，我也就只买1、2口，但人家只能一块儿那样卖。你吃完饭你可以跟我一块儿，我可以单独给你买呀，对不对？自己也知道不合适了，是吧？再一个就是。虽然说他没有花我钱，但是我想他也不能这样子花钱大手大脚，也没有一个度量。他有一次花钱花就是太猛了吧，他们家里就一下透支了3个月生活费，然后不是透支谁的3个月生活费？家里问家里要了3个月生活费。他总是这样子，我觉得让生活压力会非常的大。我跟你说这就是很多这个老年人，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就经常会说到消费观的时候，就说咱们量力而为。为什么一说花钱大手大脚，虽然我们没有权利说的，对吧？男女朋友，但是我们会想起来就很可怕，因为当一个人的消费习惯养成了这种习惯之后，可能会对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我相信这是男生的担心之处，对不对？对。那你今天来好像也是有委屈的，对吧？对，就是他就之后非要去天津工作，但是我又不想异地。你也来我们天津啊？但是我就是觉得在外面上了那么多年学，还是想最终回到家里的身边。那你就去成都呗，因为天津家里这边有人嘛，有亲戚，然后也有很多朋友。因为我也刚毕业1年，我想着来这边可能机会多一些。那我就替他问一句吧，是你这些朋友重要，还是他重要？那我肯定也是想的有更好的发展，为了我们俩更好的未来嘛。
我觉得他说的这些就全都是借口，就是以异地为借口，然后来跟我提出分手。我觉得他真的这咋是借口呢？就他现在就越来越不在乎了，就我感觉我在他心里就已经没有啥位置。他咋不在乎呢？就我平常挺喜欢出去旅游的啊，去年暑假，然后我就提前订了去成都跟海南的机票，然后我就想着我俩就是暑假出去玩一玩，开开心心的。我叫他了之后，他说啥？他不想去，他觉得坐飞机飞来飞去太累了，就还不如躺在床上玩玩手机、打打游戏舒服。啊，他以前就不这样，他以前追我的时候，大老远飞回来就为了见我一面，见完我就又飞走。那现在就我俩在一起之后，一起坐飞机出去玩，就玩那么几天，他都不愿意，他都嫌累。主要是上一次就是他说去旅游那次，特别的突然，他直接就告诉我票已经买好了，让我直接准备收拾东西走了。但那次我刚好大4假期，准备考驾照了，我不可能不去考试，直接就去跟他旅游吧。但最后我还是考完试跟他去成都玩了一圈。那还好意思说？那我还不是把去海南的机票退，那不浪费钱了吗？还是他自己当时一时冲动把票买下来了。这是算没商量，也不算人家以异地为借口要跟你分手。还有呀，他特别喜欢玩消失。他有一次直接就消失了一整天，打了10几个电话，发了好多条短信都没回，我以为他出啥事儿了，我特着急啊。结果晚上的时候，我朋友给我发微信说看到他跟其他女生出去玩了，我都快气死了。更气的是这种事情不止1、2次。这个我事后也给他讲清楚了，那都是我们社团组织活动，大学的时候，那都是很多人一块儿去，而且男生不止我一个人。这活动可以接电话呀。因为我出去就调静音，确实没看见。没看见过。对啊，那他这样就让我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异性缘很好。对，他就是练篮球的嘛，就挺招女孩子喜欢的。经常我会陪他出去打篮球啥，就光我在场的时候，就能看到好几次有女生找他要微信，他从来都不拒绝。我就想着你就拒绝呗，你就说你自己已经有女朋友了，这加上聊天也没啥意思，是不？这问题是别人加我总得有礼貌呀，那先加上问题我也不跟别人聊天呀，对不对？再说很多微信好友都是我朋友推给我的，别人加上我说完事儿，我不可能再把别人删掉吧，这样不礼貌呀。那你觉得你这是在乎我的表现吗？所以女生是担心异地啊，就在我眼皮子底下都敢这样啊。对啊，那要放外头还不把放南山了，对吧？而且他老喜欢先顾及其他女生的感受，就不会先顾及我的感受。比如呢？就我俩平常挺喜欢一起玩游戏的。有一次我玩游戏上线叫他，结果我看他已经在游戏中了。他跟其他的好几个女生在一起打游戏，打得不亦乐乎。我就可生气，我就让他先别打，就不玩了，行不行？人偏不，他就非要跟人家一直打。主要那次就是他找我那会儿让我不玩了，那已经快结束了，我想着打完再退掉吧，结果他就不愿意。他就是永远有这么多的理由，就说啥都能给我回回来，说啥都能来搪塞我。就他跟以前变得就可不一样了。以前我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就过节日什么的，就他可有仪式感一人，就是鲜花呀、巧克力啊，有时候还有口红套盒。但是我们俩现在谈的久了，去年就是过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就又消失了一整天。干嘛去了，兄弟？在宿舍了，跟舍友聊天，吵吵闹闹。所以又没听到他电话是吧？对，因为我平常不怎么爱看手机嘛。姑娘，我建议你们俩就异地吧，正好考验一下彼此的感情，是不是？哇，就我感觉他现在就心里没我，那异地那就真凉了。但是我还是就挺喜欢他的，所以说我不想跟他异地。对呀，你觉得他要凉，你非要让他热，对不对？是这意思吧？你还想跟人继续交往吗？咱说实话。我想一下吧，得仔细想一下。所以行吧，这事儿就摊在这儿，老师们帮着分析分析。这段情感当中的两个人应该怎么做一个自我调整吧，特别是姑娘应该怎么调整一下自己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对于消费观不同的这个问题，我是一直有一个自己的见解。我觉得我们尊重各种各样的消费观的存在，因为可能跟我们的成长背景、家庭环境、生活的一些周遭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尊重。那两个人既然相爱，就应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但是这个前提是你要打心眼里
接受他的这种消费观。如果你真的从根儿上就是完全的鄙视的状态，那就不要勉强，要不然的话日后会有更大的麻烦出现。其次来说你们两个人相爱的一些细节，我刚才听你们两个人说的所有的过程，现在好像就一直在感觉是女生在拼命的追，然后男生呢想办法在逃，所以会让他有种感觉，就是你现在为了异地而异地，然后对你来说呢就是为了不异地拼命在一起。但其实根本上你们两个人到底爱有多深，合不合适，未来是什么样的都没有考虑清楚，就是在互相较劲儿。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静下来想一想，你们彼此的对对方的爱是什么，有没有真正的认同对方，觉得未来这个人就是我的。如果不是也没关系，不着急，就真的可以异地分开试试看嘛，考验一下你们的感情。没那么深，真的就是赵川老师说的，凉了热起来也是加热过后的，对不对？好吧，谢谢你们。男孩在1年之前有没有跟女生说1年之后我要回天津？有吗？说过。当时女孩同意了吗？没有。其实很多事情呢，这个结果可能在1年之前都已经注定。男孩的心思其实很坚定的，到时候了我还是要回去。你不会因为这个女孩的挽留或者你们俩的感情做任何的改变。其实呢，你要坚持住这一点就可以了，不用为回天津这件事情再找一个借口。而这个借口是什么？就是这个女孩的消费观我不能认同。其实坦白说，她并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也没有花你的钱，也没有说完全是入不敷出的这种状态。很多爱情可能就是无疾而终的，我们不一定非得把这段结束要找到一个理由，我们更不应该把这段理由是推卸在对方身上。所以呢，给你们建议可能是先分开，千万不要强留，因为留也留不住。分开之后异地一段时间，如果真是感情就没了，那你们选择是对的，对不对？如果是你们感情还在，那你一定是要在某一个时间点去商量说我们到底谁投奔谁。如果真是做到了男孩投奔你，也有可能你会投奔这个男孩，那说明你们感情的坚持是对的。所以无论对错，现在顺其自然，异地一段时间，看看你们感情经不起这个考验，好不好？就这样。姑娘，其实不用我们多说什么，你心里很清楚，这个男生的心已经慢慢不在你身上了。什么社团聚会啦，我跟室友聊天了就不看手机。天哪，如果真的爱自己的女朋友，知道女朋友惦记你，你就算聊得热火朝天，你隔1-2个小时总得看一眼吧。因为那头电话的那头有个人在惦记着你，而前提是他也惦记着你呀，姑娘。他当然可以不看手机，因为他心中没有你。他只要一聊天、一开心、一聚会，哪还有女朋友的位置啊？所以这个男孩子没有那么喜欢你。而我觉得男生其实，我想你也是善良的，因为今天看起来你也不愉快，你也不想说分手，也不想伤害谁。但是你的桩桩件件，其实你心里也清楚，对这个女孩子的感觉已经不在。否则她买几件漂亮的打底裤，有那么让你看不惯吗？所以我们也不要骗自己，其实你与其拖着，与其躲避，你不如直接告诉他，这样给他的伤害反而更小，这样反而给了彼此更多的时间去成长。所以也不要拖着了，你就踏踏实实该想去哪儿去哪儿，也不用找借口说我必须回去了，我们家人催我，是你自己的心就不想在这儿。而姑娘，我觉得可能一下你也接受不了他走开，那我建议你就好好做自己。这个男人如果真的心里有你，他会回来找你；如果心里没你，就让他去吧。我们先去开心的做自己，好吗？不要再把所有的眼光盯在他身上了，放在自己身上，做个漂漂亮亮、开开心心的姑娘，好吗？谢谢。你跟那个严老师说的一样，心里已经没有他了吗？有。在哪儿呢？因为我想去天津发展，虽然说这个毕业的时候其实都舍不得分开，你舍得？因为我想去外面多见见。见什么？
看看有没有不一样的，或者说那你早不去？前面一直上学呢嘛。不是留了一段时间吗？感觉不对了，很多事情的看法也就不对。从审美到消费，再到工作方式，桩桩件件它没有一样是看得上眼。你可能自己不自觉，在场上你在描述这个女性的方方面面的时候，你眼神里面所透露出来的是有些厌烦，没有喜悦，而女生也满脸的不自在。如果要维持热度的话，那又不是说在一起就能彼此取暖的，那得彼此都愿意为里面加柴才行。如果别人已经不愿意往里面加热水了，那不还是一样凉了吗？毕业之后有太多的事情要干，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经营感情的主要是经营自己，而不是经营别人。把自己经营好，该过的难关总会过的。好吧，决定。分手的时候都挺难受的，可是你不能面对问题的时候躲避啊。我发现现在非常有意思，就是有很多年轻人像你们一样，面对问题的时候不是非常积极的去承认，比如承认我们的情感就是不如以前那么好了。它不仅仅是一个热度降低了，可能在这段相处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对方身上这样那样自己不能容忍的问题。所以人生是有无限可能性的。老师们也说了，可以放一放，也可以异地。如果你们的感情真的情比金坚，或者经得起考验，还会在一起的。如果压根儿就没有了，他天天再守你身边，再守1年西安，再守10年成都，有一天你们还会分开。最后总结起来就是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感受，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情感。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是真的很喜欢你，但是我也是真的不想就是异地，但是我现在就是选择面对这个问题。因为我喜欢你，所以说我会为了你再去努力。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我会为了你考去天津，就是之后还是想跟你一起一直走下去。但是也希望你就是能找回我们之前那种感觉吧，对我也重视起来。我觉得异地不是问题，因为异地真不是问题，我觉得是也可以说是对我们俩的一个共同的考验。所以说我再想一想。这就我们看出来一个真实的关系了嘛。在这段关系当中，女生显然比男生更重视嘛，男生到后来也没给一个承诺嘛，也不轻承诺是挺好的啊。行了，两位都冷静一下吧。啊，来吧，请拿箱子里的记忆。我看男生放在里面的这个记忆是一张车票，是吧？对。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现在交通真的很发达，而且我其实心里真的特别喜欢他，因为我俩在一起也一直都4年了，我可以去看他。好，明白了。就异地，我还会守护着你，是这意思吧？好，女生，你那给的什么呀？什么记忆啊？我那是一个就是狗证儿。我俩之前在一起的时候就一直说想养一只狗，就是我现在去宠物店买的这只狗，还是希望我们俩以后能在一起重新开始，就是养一只小狗。行，请回吧，两位。来，请关门。哈，来吧，看这对的选择，请开门。我就知道那是爱，等待你不会真的逃，那心已经在将爱一点点说出来。行，热了就好啊！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好了，下面我们见证你们的浪漫时刻，请见证各位。像天津我是肯定会去的，但是
我觉得异地真的不是问题，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我也会好好努力，最后我绝对会来找你的。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只有一个专属天使，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来，这些礼物要送给你们啊，希望你们这个爱能持续吧。啊，真诚的面对自己，面对爱情，好吗？谢谢你们，请回。还在沉睡，哦，绝望的以为是明只有黑夜。